曾立下千億營收軍令狀的金麥郎，正經歷從行業黑馬到前後受困的陣痛。方便麵江湖中，康師傅、統一風頭正盛，白象奮起直追，而金麥郎被甩出前3的隊列。飲用水領域裡，農夫山泉、怡寶壟斷瓶裝水市場，金麥郎爆款輸水難成護城河，增長停滯，創新乏力 ，IPO 8年未果，范建國的千億宏圖能否圓夢？方便麵市場中，康師傅和統一稱霸許久，而潛伏已久的白象，終於在這2年殺出了重圍。今年年初，一句吃白象中國麵，看央視總台春晚的廣告語，讓白象走進了家家戶戶。白象去年的財報還沒有公布，不過多方數據顯示，24年白象的業務收入約為130億元。另外2個老牌霸主康師傅和統一的業務收入分別為284.14億元和98.49億元。白象強勢超越統一，躋身行業第2，而曾經的行業老3金麥郎被3家遠遠的甩在了身後。截止到我們參考時，金麥郎仍然未公布24年的營收情況。不過，根據界面新聞獲取的一份數據，從23年1季度到24年4季度，金麥郎的市場份額保持在6%到8.5%之間，排名始終位於第4位，前3名分別是康師傅、統一和白象。此外，23年12月到24年11月這一時間段，同之前的11個月相比，白象的市場份額增長達到了1.58%，同比增速29%。同期金麥郎的这2個數據分別是0.46%和17%，兩相對比，金麥郎的數字着實有點難看。但是在10幾年前，金麥郎的江湖地位正如今天的白象。1994年，范建國創立華龍食品集團，憑借低廉的價格和洗腦的廣告詞，打造起了便宜實惠的口碑，佔領農村市場。2001年，華龍麵已經坐穩行業前3，僅次於康統雙雄。和後來興起的互聯網科技行業相比，快消行業的成長想象空間並不高，或者說多數靠賣產品盈利的行業模式都很固定，低端走量，高端走利。或許是出於品牌升級的考慮，2002年范建國力排众議，放棄華龍品牌，啟用了金麥郎商標，走上了一條從農村進軍城市的道路。但是結果和范建國的預想大相徑庭，金麥郎不僅沒有在與康師傅、統一的城市市場競爭中討到彩頭，反而讓主打平價的大骨湯麵的白象搶下了農村下沉市場。痛定思痛，范建國決定重新去打價格戰。金麥郎先後推出大金野、1桶半、1袋半等產品，主打一個花同樣的錢，量大多辦好開心。2015年起，金麥郎靠着直擊消費者1桶不夠2桶還多痛點的1桶半，奪回了自己在下沉市場的地盤，一度成為速食食品類的佼佼者。在這一年，金麥郎的另一款產品1元軟裝水也殺入了大眾視野。其實不少快消食品品牌都是雙線作戰，比如康師傅和統一，一手抓速食，一手抓飲品。去年2家的財報中，康師傅飲品業務營收達到了516.21億，比23年多賣了6億元，同比增長1.3%。統一也不遑多讓，24年飲品業務的收入高達192.4億，是自家方面業務收入的2倍多。2006年，金麥郎與統一合資成立金麥郎飲品有限公司，一腳踏進了飲品市場。可問題是，彼時的飲品市场已經是紅海市場，農夫山泉、娃哈哈等老牌企業佔據着市場主導地位。康師傅金飲茶銷售額市佔率高達53.6%，金麥郎直到2015年才憑借着1元低價水殺出重圍。2016年，金麥郎又推出了200開這一贖水的概念，正好戳中了中國人喝開水的痛點，當年就賣出了500萬箱。金麥郎靠着雙線低價過了一段時間的好日子。2019年，金麥郎的營收達到了218.5億，和行業第2的差距近在咫尺。在隔年的第20屆方便麵大會上，范建國放出豪言，過去30年是康統爭雄，2020年將開啟康金對決的時代。然而這個輝煌時刻並沒有持續多久，金麥郎的營收到了23年已經降低至165.7億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第一，方便麵行業由於生產技術壁壘較低，一旦某產品成了爆款，其他品牌可以迅速推出類似的產品，比如金麥郎这2年的爆款板面，白象和統一很快就跟了上來。而且從整體行業趨勢來看，方便麵市場也呈萎縮的狀態，外賣、自熱火鍋、螺螄粉等產品的出現搶走了方便麵的市場份額，綠皮火車這一方便麵場景也被高鐵和飛機取代。第二，金麥郎能拿出手的飲品並不多，也就藍標水、200克和金礦這3款。范建國認為藍標水是過敏的口糧水，200開創了熟水品類，而金礦是含有高偏硅酸的礦泉水，三者各有千秋。然而現實是，農夫山泉拿着1元的綠瓶水殺入市場，藍標水的性價比蕩然無存，200開的概念高級，但是在水源地和價格上都沒有太大的優勢。還有康師傅的喝開水和農夫山泉的白開水爭夺市場，金礦雖然打出了差異化，但是想要保持增速，還是要依靠低價策略。當量大管饱不再是核心競爭力，行業整體的創新和增長空間見定，沒有技術護城河的低價策略只是飲鴆止渴。彼時的金麥郎又該何去何從呢？